喺冇耐之前，美國軍隊已經喺伊朗展開咗大規模嘅軍事行動。我哋嘅目標係要消除伊朗政權帶嚟嘅迫切威脅，嚟保護美國人民。嗰班係一班非常之頑固、可怕嘅邪惡之徒。佢哋嗰啲威脅性嘅活動，直接危害到美國、我哋嘅軍隊、海外基地，仲有我哋嘅全世界嘅盟友。喺過去嘅47年入邊，伊朗政權一直叫囂住要美國滅亡，仲發動咗一連串無止境嘅流血同大規模屠殺，針對美國、我哋嘅軍隊同埋好多國家嘅無辜平民。呢個政權最早嘅惡行之一就係支持暴力佔領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仲將幾十名美國人當做人質，扣留咗444日咁耐。喺1983年，伊朗嘅代理人喺貝魯特發動嘅海軍陸戰隊軍營爆炸案，導致241名美國軍方人員喪生。喺2000年，佢哋知情甚至好可能參與咗對科爾號驅逐艦嘅襲擊，好多人因此犧牲。伊朗武裝力量喺伊拉克殺害同傷及咗數以百計嘅美國軍人。呢個政權嘅代理人喺近年嚟持續對駐紮喺中東嘅美軍發動咗無數次襲擊，仲有美國嘅海軍艦艇同埋啲國際航道行駛嘅商船。呢啲係大規模嘅恐怖主義，我哋唔會再容忍落去。由黎巴嫩到也門，由敘利亞到伊拉克，呢個政權武裝、訓練同資助恐怖分子民兵，令到大地血流成河。仲有就喺伊朗嘅代理人哈馬斯喺10月7號對以色列發動咗慘無人道嘅襲擊，屠殺咗超過1000名無辜平民，當中包括46名美國人，仲綁架咗我哋12個公民做人質，簡直係慘絕人寰，係全世界從未見過嘅暴行。伊朗係全球頭號支持恐怖主義嘅國家，最近仲喺街頭殺害咗幾萬名抗議嘅自己國民。美國嘅政策一向都係，特別係我呢屆政府絕對唔會容許呢個恐怖政權擁有核武器。我再重複一次，佢哋絕對唔可以擁有核武器。所以喺舊年6月嘅午夜之錘行動入邊，我哋摧毀咗呢個政權嘅福爾多、納坦茲同伊斯法罕嘅核計劃。喺嗰次襲擊之後，我哋警告過佢哋唔好再搞核武器。我哋亦都多次嘗試去達成協議。我哋試過，佢哋一時想咁做，一時又唔想咁做，之後一時又想做，一時又唔想做。佢哋根本唔知發生緊咩事，佢哋只係想作惡。但係最終伊朗拒絕咗，就好似過去幾十年嚟一樣，佢哋拒絕咗每一個放棄核野心嘅機會。我哋已經忍無可忍。相反，佢哋企圖重建核計劃，並繼續研發長程導彈。而家已經威脅到我哋嘅喺歐洲嘅好朋友同盟友，我哋駐紮海外嘅軍隊，而且好快就會威脅到美國本土。試想下，如果呢個政權真係擁有核武器，並以此作為傳遞信息嘅手段，佢哋會變得幾咁肆無忌憚。基於呢啲原因，美國軍隊正喺度進行一項大規模且持續嘅行動，為咗防止呢個極之邪惡激進嘅獨裁政權威脅美國同我哋核心嘅國家安全利益，我哋會摧毀佢哋嘅導彈，並將佢哋嘅導彈工業夷為平地。佢將會再次被徹底抹除。我哋會殲滅佢哋嘅海軍。我哋會確保該地區嘅恐怖分子代理人唔可以再破壞地區或世界嘅穩定，同埋攻擊我哋嘅軍隊，亦唔可以再使用佢哋嘅簡易爆炸裝置，或者有時被稱為路邊炸彈嘅嘢
去嚴重傷害同殺害成千上萬嘅人，包括好多美國人。我哋會確保伊朗唔會獲得核武器，呢個係一個好簡單嘅信息。佢哋永遠都唔會擁有核武器。呢個政權好快就會知道，冇人應該挑戰美國武裝部隊嘅實力同威力。喺我第一任政府期間，我建立並重建咗我哋嘅軍隊。地球上冇任何一支軍隊嘅力量可以同佢相比，無論係實力定係先進程度，我哋政府已經採取咗一切可能嘅措施，將該地區美國人員嘅風險降到最低。即便如此，我並非輕率咁發表呢番言論。伊朗政權正企圖殺人，勇敢嘅美國英雄可能會犧牲，我哋可能會有傷亡。戰爭中經常會發生呢啲事，但我哋咁樣做唔係為咗而家，我哋係為咗未來而咁樣做。呢個係一個崇高嘅使命。我哋為每一位服役人員祈禱，因為佢哋無私咁樣冒住生命危險，確保美國人同我哋嘅下一代永遠唔會受到擁有核武嘅伊朗威脅。我哋祈求上帝保護所有身處險境嘅英雄。我哋相信喺佢嘅幫助下，武裝部隊嘅男女官兵一定會取得勝利。我哋擁有世界上最強大嘅力量，佢哋一定會贏。對於伊斯蘭革命衛隊、武裝部隊同埋所有警察，我今晚要講，你哋必須放下武器，咁樣就可以獲得完全赦免，否則你哋就只有死路一條。所以放下你哋嘅武器，你哋會得到公平對待同全面赦免，否則你哋就必死無疑。最後，對偉大自豪嘅伊朗人民，我今晚要講，你哋獲得自由嘅時刻已經到啦，搵地方避下，唔好離開屋企，出面好危險嘅，周圍都會有炸彈。當我哋搞掂之後，就去接管你哋嘅政府，嗰個政府將會屬於你嘅。呢個可能係你哋幾代人入邊唯一嘅機會。咁多年嚟，你哋一直請求美國幫手，但一直都得唔到。而家你哋有一位總統，佢正喺度俾緊你哋想要嘅嘢，所以等我哋睇下你哋點樣回應。美國正以壓倒性嘅實力同毀滅性嘅力量支持你嘅。而家係時候掌握你哋自己嘅命運，去開啟嗰個觸手可及、繁榮而輝煌嘅未來。而家就係採取行動嘅時刻，唔好錯過呢個機會。願上帝保佑美國武裝部隊嘅英勇男女，願上帝保佑美利堅合眾國，願上帝保佑你哋每一位。多謝。